我操，这他妈哪儿啊？我操！我真穿越了！大楚王朝？哎我去，这段历史我熟啊！我居然是三皇子杨林，那个死于党争纨绔皇子。那我不是就要嘎了？靖王殿下，该喝药了。出于靖王的妾室，好像自从半月前他过门以后，靖王身体每况愈下，直至卧床不起。本王觉得这汤药太苦，不如你亲自用嘴喂本王怎样？妾身份低微，怎敢玷污了这救命的良药？拒绝。那这汤药里边有毒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当今皇后是宰相的女儿，而你又是皇后的远房表妹，她把你送过来，不就是想慢慢毒死我，扶那个什么七皇子上位？你全都知道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以前是怎么忍住不动你的？不过现在嘛，本王要收点利息了。本王要收点利息了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要是敢动我，皇后娘娘不会放过你的。皇后？对了，我被囚禁在这个地方，好像全是皇后做的。她要是敢来的话，正好新仇旧账一起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表姐，据太医院线报，皇上已经病入膏肓，只在须弥之间。宰相大人已经前往七皇子寝宫觐见。太好了，只要七皇子能顺利当上太子，这大楚则将是我秦家的天下。表姐，听说皇上最近动了立三皇子杨林为太子的念头。如果他强撑着一口气召见杨林的话，这确实有点麻烦。朱玉那边什么情况？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毒不死杨林那个混蛋？要不……刚刚不是叫的挺欢的吗？别哭了啊！皇后娘娘驾到！皇后娘娘驾到！儿臣参见母后。圣上口谕：靖王杨林荒淫无道，意图谋反，现废其爵位，赐其死罪，立即执行。杨林，选一个吧。你们觉得吃定我了？难道你想抗旨不成？靖王殿下，我们秦家已经给够你体面，你若是不要，被数百御林军剁成肉泥，可就有失皇家体统。秦家？你们秦家挺牛逼呀，以为有个宰相在，就可以在大楚为所欲为了是吧？别忘了，现在大楚还姓杨，不姓秦。秦统领，送他上路。找死！逆贼全部伏诛。干得不错。我怎么了？你想干嘛？不是母后想杀我吗？怎么问我想干啥？哦，对了，我记得父皇当初是为了稳住朝廷才召你进宫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吧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还是完璧之身吧？本宫是不是完璧之身，干你何事？调戏皇后可是死罪。哦，调戏皇后是死罪，那擅自谋害皇子是什么罪呀？你放开我！我要是死了的话，你们随便给我安排个什么罪名，都说得过去。毕竟死人是不会说话的，对吧？但是我现在还活着，这个废物今天怎么不一样了？并且劫持了当朝皇后，
你说父皇是会信你们秦家，还是信我这个亲生儿子？放开我！有人来了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陛下急召您入宫。放开我！母后也不想今天的事被父皇知道了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那就看你的表现了。晚上记得给儿臣留道门。小厮，刚才报信的太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奴婢这就去办。传令下去，御林军统领秦问意图谋害皇后，已被本王诛杀。殿下，咱为何不如实禀告陛下，趁机除了秦家？哎呀，我这个落魄王爷想要搬到有宰相撑腰的秦家，难呐！难道这事儿就这么算了吗？当然不是，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这太子之位，我要定了。本官奉命驻守此处，免得闲杂人等惊扰了圣驾。你要拦我？靖王殿下，你就在此处候着吧。奉命？奉谁的命啊？父皇还是丞相啊？自然是当今的秦相。你敢打我？你不知道我是秦相的人，枢密院三品大学士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，王驾你也敢拦啊？你真以为有那个老屁眼跟你撑腰，你可以为所欲为了是吗？靖王殿下，别冲动，记好了，下次要再站错队，这把剑上可是要沾血啊，明白了吗？明白。动。杨林，我定让你不得好死！陛下龙体欠安，储君之事确实不能再拖了。君王来了吗？回禀陛下，已经派人去催了。陛下，坊间流传这三皇子靖王生性跋扈，不学无术，素有纨绔之名。其文治武功远不如七皇子吴王，如果立他为储君的话，恐怕天下百姓不能幸福啊！宰相大人不愧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普天之下数亿黎民百姓。父皇，儿臣来了。秦王，你来了。靖王此言何意？我堂堂大楚宰相所言，难道不能代表天下黎民百姓的心声吗？我本来不想理你啊，非得冲我来找骂是吧？你名为宰相，实则就是个硕鼠。都知道父皇病重，不能参加早朝，你天天在这催，你催你妈呢？你催怎么？宰相等不及，要改朝换代了是吗？我这是开窍了。陛下，老臣对大楚的忠心日月可见，老臣绝无谋逆之心啊！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啊？刚才拦我那个方志怀，在我府上给我下毒那个朱瑜，你摸着良心说，他们两个跟秦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现在你还不是储君，就屡加羞辱本臣。哪一天，如果你真当上太子，这朝堂之上还不血流成河了吗？你别跟我一口一个丞相，老子当了皇帝，第一个除了丞相这个职位。废除宰相职位，让群臣无首，加固皇权，这真是大胆又大妙啊！陛下，
此子狼子野心，昭然若揭，请陛下明鉴，绝不能把大楚交到他的手上。够了，明日早朝，朕自会宣布太子人选。殿下，王兄近日不是身体抱恙吗？怎么今日有空到父皇这儿来啊？怎么看到我没死，很惊讶？王兄这是哪里话？臣弟只是关心王兄身体罢了。毕竟你要是死了，可就没人跟臣弟争皇位了。哼！都说长兄如父，哥哥我替父皇教训你这一巴掌，弟弟不会生气了吧？当然不会。只是等本王君临天下的那一天，晋王府上鸡犬不留，王兄在九泉之下不要怪我就好。天黑路滑，七弟早点回家，小心走错了门，走到鬼门关里。此子已成气候，得到陛下的赏识，日后再想动他，不那么容易了。那就从他身边羽翼下手。宣晋王杨林进殿。儿臣参见父皇。母后，平身吧。今日朝会意在敲定储君之位，周公还有心仪的人选呀？启禀陛下，目前我大楚所有皇子当中，唯有3皇子靖王与7皇子吴王有立为储君之根本。陛下，7皇子吴王才学冠顶，贤明远扬，微臣认为这太子之位，非7皇子莫属。储君之事关乎国之根本，于情于理都不能选一个不通国事的皇子。吴王殿下文治武功皆为上乘，又忠厚纯良，简直是储君的最佳人选啊！不错，我大楚泱泱300年，像吴王一样贤德的皇子屈指可数。若不立吴王为太子，是我大楚莫大的损失。父皇，若儿臣为太子，必定发愤图强，励精图治，不坠父皇英名。吴王殿下有此之志，实在是我大楚之幸啊！不像某些人只知贪图享乐，国家大事一窍不通，真是浪费了皇家的恩泽。老夫听闻靖王常常夜宿烟柳之地，不习圣人书籍，酷爱民间撵狗斗蛆之乐。此等作为，若是立为储君，恐是国之大祸呀！这就开始针对我了。那小爷就陪你们好好玩玩。治大国如烹小鲜，就你们这几个东西往这儿一杵，说些冠冕堂皇的话，不下去好好了解了解民生疾苦，就能治理好国家了？王望，此乃太祖高皇帝留下的朝政之策，岂能容你反驳？陛下，靖王质疑祖制，一律当斩。够了！如今塞外匈奴来势汹汹，他们才是我朝心头大患，可有退敌良策呀？启禀父皇，儿臣有3策，可平匈奴之祸。好，本奏。其一，如今匈奴铁骑来势汹汹，而我朝却天灾人祸不断，唯有暂避锋芒，满足匈奴人想要的钱粮，方能换取和平。儿臣建议，每年让给匈奴30万两白银，50万担粮食，以避刀兵之祸，还天下太平。敢问殿下，这第2策是？其二，和亲，以退为进，以水熄火。塞外匈奴人丁稀少，一直掠夺我朝边境，我们何不由大楚公主带队，再派遣上万名妇人，主动与匈奴和亲，等到下一代再徐徐教导我朝文化，到那时，所有草原匈奴部落还不都是我大楚的子民？给匈奴进献钱粮，无非是来年给百姓多加了几重赋税罢了。这年头吃不上饭的庶民多的是，我们要是给他们的女儿找一条活路，想必他们也会对我们感恩戴德吧。
可要是匈奴还不满足怎么办？其三，幽州等苦寒之地与匈奴接壤，跟我朝早就断了联系，赋税收不上来，其民风又十分彪悍，不服王化，割让给匈奴又何妨？放弃幽州那几万刁民，可为我朝每年节省数十万两白银呐，用于改善民生。吴王此计甚妙啊！嘿，胡说八道什么狗屁！大胆！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这群老东西好意思舔着脸来问我啊？老子说，他说的话全是狗屁！狂妄！在场诸位都是为朝廷卖命的老臣，靖王竟如此辱骂我等，真以为没人治得了你？王兄，此乃朝堂之上，我与诸公正在商讨国之大策，不是你放肆！资敌叛国，割肉喂狼，女子肚皮上换太平，你他妈管这叫国策啊？我大楚立国300年，怎么养出你这种软蛋？你这么开心，怎么不送你娘过去呢？还有你们这群迂腐的老东西，一口一个天下黎民百姓，怎么不走出门去看一下？他们到底是想让自己女儿以清白之身去饲养虎狼，还是愿意披甲上阵，真刀真枪的干一场？黄口小儿，边境数十万匈奴铁骑虎视眈眈，可不是仅凭口舌之力就能劝退的。如果不听吴王之策，割让幽州，你想让大楚百年国祚就此断绝吗？老屁眼儿，我他妈没说你呢！幽州数万百姓这么多年以来一直遭受匈奴铁骑的烧杀抢掠，都没投降，为什么？等的不就是我大楚王朝去帮他们的子女父母报仇雪恨吗？现在你们这群老狗上嘴唇下嘴唇这么一碰，千里疆土，数万百姓，说送人就送人，这难道不是资敌？不是他妈叛国吗？靖王，贵为皇子，只知发动战乱，你可知我……嘘，老子只认一句话：尊严只在剑锋之上，和平只在强弩射程之内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我大楚绝不能割地起和，一旦开此先例，将会激起民愤，各地纷争四起，那个时候才是我朝真正的末日。依你之见，朕该如何行事啊？我大楚以武帝国300年，不割地，不称臣，不和亲，不纳贡，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这就是真正的治国之道。好一个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！我儿能有此志愿，朕乃列祖列宗显灵啊！原来他是这样的人。王兄说的倒是轻巧，我大楚3岁孩童都知道，匈奴铁骑过万不能敌，我大楚境内又缺兵少甲，怎是匈奴的对手？我的弟弟啊，今天哥哥呢就勉为其难的给你上一课，教教你什么叫做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。听好了，第一策，合纵连横，远交近攻。除了我大楚之外呢，西域多国也常年受匈奴的压迫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。我们可以派一些能言善辩的使节，去联合他国，共同对抗匈奴。第二策，建立统一大楚，请让王茂称好各国的手段。第三策，勋我大周分城，统一作为压力架。第五策，让天下所有人都朝我大楚受罪，用我大楚开铁矿，改善民生。第10策，兴修水利，远交近攻，同臂霸权，这可是千古仅有、无人可破的阳谋。能提出这2策，我大楚何愁不兴？秦王殿下真乃神人也！如此看来，这靖王才是楚军的最佳人选啊！好啊！有此实策，匈奴焉能不灭？皇后认为靖王之策如何呀？本宫认为靖王治国实策，空前绝后，举世无双。废话，这可是结合古今中外前世上下5000年的治国良方，当然牛逼了。但匈奴人眼前来势汹汹，派一公主和亲安抚一下，
也不失为良策。陛下，靖王府上有一女子，名叫钟小离，此人武艺容貌皆为上乘，可以封为云离公主，待我大楚前往，匈奴和亲。放开我！走，放开我！陛下，和亲为举，小离才是他们的目标。既如此，父皇不可！王兄，这是与匈奴暂停纷争的最好方法，王兄却一再阻拦，到底是何居心？以一名女子换取天下百姓安居乐业，何乐不为呀？如果靖王连这都阻拦的话，那么是不是太不识大同了吧？此等胸怀，如何做国之储君呢？啊！是啊，靖王殿下，选一个吧。你是要这小美人，还是要这储君之位呀？何须选择？江山、美人，我都要。陛下，靖王此等做法等同谋逆，请严惩不贷。陛下，靖王此等做法等同谋逆，请严惩不贷。你在狗叫个什么东西啊？够了！若你同意和亲之事，仅凭你的治国实策，朕今日便可立你为太子。要是我连身边的人都保护不了，这太子之位，不要也罢。身为君王，要懂得取舍之道。那是您的为君之道，不是我的。若我为帝，我绝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子民。那臣弟且问，不和亲，暂时稳住匈奴，如何施展你的治国实策？那边境来势汹汹的10万铁骑，你又该如何应对啊？围魏救赵，合纵连横，诱敌深入，无中生有。无需和亲，区10万铁骑，我自有计策。朝堂之上，君无戏言。靖王，你可敢立下军令状？有何不敢？靖王殿下，您可要想清楚，国之大策容不得半点马虎。若是匈奴不退，即便殿下贵为亲王，也将难逃死罪呀！殿下，不要！傻丫头，你救过我的命，现在你有麻烦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管你？拿笔来！今立此状，誓退匈奴，在场诸公皆可为证。皇天在上，后土在下。若违此状，甘愿枭首。大楚靖王杨林亲历。堂堂靖王为了一区区女子以命相抵，愚昧无知，荒唐至极。是啊，这算算时日，再过半月，匈奴使团也就到了。靖王殿下，趁这段时间，抓紧找块风水宝地吧。王兄，没想到仅凭此一计，便置你于死地。早知道臣弟就收着几分，这样我们还能好好玩玩。以人心破局，好手段。这次召回过后，靖王必成大器。尔等莫非真的相信，仅凭靖王一己之力，便可抵挡匈奴千军万马吗？真是滑天下之大稽！不管靖王是否有退敌之策，但靖王愿以千金之躯忽悠下属的胸襟，就值得下官敬佩。此等仁义之举，千古罕见，当为我辈之楷模呀！胡说八道！报！启禀陛下，沧州急报，匈奴使节团已临近京都，明日便要进京了。什么？他们怎么来得如此之快？他们是从西域丘车国入境，此次来的还有丘车国的人呢。丘车不是早与我家靖王殿下有姻亲之盟吗？怎会与匈奴人勾结？这次丘车使节代表正是丘车国的公主，他说丘车国公主说了什么？快讲！他说要与靖王殿下退婚。什么？乃是塞外匈奴，
便令我大楚连年受挫，百姓永无宁日。现在他们又与秋车国勾结，难道这是天要亡我大楚吗？陛下，陛下，陛下！皇上，传王兄，如今不只是匈奴来袭，还有秋车国公主退婚。这要是真让那公主成功退婚，王兄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名声，恐怕又要毁于一旦了。怎么看我笑话？臣弟只是关心王兄罢了。毕竟你就算再不堪，也是我大楚的皇子，岂能容他国践踏？臣弟倒是有一策，可保王兄性命无忧。啊？臣弟在京都有一处宝禅，内有地道通向外界。王兄若是怕了，可自行离去，浪迹天涯。此后，不管是先前立下的军令状，还是秋车国公主退婚，臣弟都帮王兄顶着。你做你的逍遥富家翁，我做我的太子，这样对大家都好。陛下已无大碍，诸位都先退下吧。儿臣告退。哎，你那个宅子真有密道吗？能通往京都的外界啊？那是自然。这么说，你是真要把这杨林给放了？本王说过要放他离开，至于能不能走掉，就要看他自己的本事了。嘿嘿嘿，行啊，你小子，吾儿有此心机，为父放心了啊！还敢说？哎呀，害死我娘这笔账，我迟早要找你算。他总归是陛下的妃子，同床共枕之时，万一说梦话说漏了嘴，我们秦家将万劫不复，你知道吗？再说了，只要大楚有我秦家的血脉继承，我就是跪死在你娘的坟前也值喽。殿下，亏把戏。殿下，小离承蒙厚恩多年，无以为报，万不敢让殿下身陷险境。哎，想什么呢？真想就和亲啊？可是没有可是啊，不就是秋车国和匈奴吗？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本王绝对不会为了身边的人而妥协。好了，安心，我就好好吃顿饭啊。本王还要去一趟凤栖宫。小慈，养心殿那边有消息了吗？启禀娘娘，据太医院线报，陛下只是气急攻心，目前并没有大碍。嘘，母后也不想自己沐浴的时候被别人看见吧？你要干什么？今日母后在朝堂上的表现，儿臣很是不满意，所以儿臣怎么惩罚母后呢？今天本宫不是有意的，都是秦家逼我这么做的。哦，秦家。但是老师从小就告诉我们，做错了事一定要受到惩罚，不然不长记性。所以呢，儿臣精心为母后准备了一个惊喜，只要母后换上，儿臣就原谅母后。我的个乖乖，这皇后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的，原来这么有货呀！本宫已经换好衣服，你也看过了，可以走了吧？母后，这长夜漫漫，为何着急赶我走呢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这里可是凤栖宫。那你的意思是，
不在凤栖宫就可以了？不是这个意思。让我们去靖王府如何？不行，会被人看到的。母后，儿臣来给您请安了。不要进来。二姐，你房间还有其他人？没有别人，我已经睡下了。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明天再说吧。并无大事，只是秦安如说，今日要多提点一下朱宇，有什么事情要向我们禀报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赶紧走吧。二姐，我说那老屁眼儿怎么这么全心全意的扶他上位啊？原来是想领带桃僵。母后，以后有什么事，你都要告诉我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殿下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你要是困了呢，就先回去睡，不用等我。小离不困，殿下饿了吧？我这就去让灶房热菜。不用，我在凤栖宫已经吃过饭了。啊，对了，正好你也醒了，来帮我把这个做出来。殿下，这铁管有啥用啊？这个木炭、硝石、硫磺，民间都有的东西，咱们收集这个东西干嘛？我们要打败匈奴啊，就靠它了。明白，小离明日午时之前一定完成任务。去吧。进来吧。怎么？这就等不及了。放开我！给皇子下毒可是死罪，但你要是乖乖顺从本王的话，还可以继续做你的王妃。否则，要是本王把你交给大理寺，可就是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了。等一下，去床上。本王就喜欢在这儿。愿两国使节觐见。见过大楚皇帝陛下。免礼。这就是我那还没过门的媳妇啊，咋是个外国娘们儿啊？王兄别看了，那位今日就是来找你退婚的。想来也是，堂堂秋车国公主，西域第一美人，又岂是王兄这种废人能配得上？不过王兄啊，不用太伤心，臣弟自会与那飞燕公主重新签订婚约。到时两国重修于好，共抗外敌，匈奴之祸也就不攻自破了。怎么？你以为就你这屌样，人家看得上啊？赶紧回去站着。什么？你想要我大楚2州之地？这天下土地，兵强马壮者据之。我大匈奴坐拥铁骑10万有余。若楚皇今天不给，我必亲自纵马而取之。皇帝陛下，几百年前，这2个大洲本来是我们的领土，希望皇帝陛下能还给我们。你们也想要2州？要是皇帝陛下不同意，我们联合匈奴国来取。我大楚立国以来，本就只有6州之地，现在还要割让给匈奴，囚车4州，这是要亡我大楚的国呀！泱泱大楚300年国祚，难道就要亡于我等之手吗？宰相可有办法救我大楚？事到如今，唯有断臂求生，行合纵之政。囚车匈奴选择其一，割让2州，然后联合其中一国对抗另一国，唯有如此，我大楚方可有救啊！2州之地，100万黎民，岂能说割就割呀？呸！光是匈奴
就让我们大楚民不聊生。如今再联合丘车国，你说不妥协不和谈，难道你想让我大楚亡国吗？哼！宰相英明，只要楚王愿割云幽两地与我国，我愿在此立下盟约，100年不起战事，从此两国结为兄弟之国，我王为兄，而楚王为帝。我们国王的意思也是这样，只要把2个大洲还给我们，2个国家就可以重新和好。祖宗的基业，岂能说让就让？你们割的不是我大楚的土地，割的是朕身上的肉，剜朕骨里的髓呀！皇帝陛下，你还是想清楚再说。我们国家和匈奴国有士兵20万，要是这次没谈好，遭殃的是你们的百姓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大不了就把4州割给你们就是了。是靖王不可！王兄昨日不是在朝堂之上慷慨激昂，夸下海口不放过大楚任何一个百姓，怎么今日一见到匈奴就要割地乞和？一口气割让4州，靖王好大的魄力呀！难道说这就是你所说的退敌之策？原来这就是王兄敢立下军令状的底气啊！以4州之地换自己的属下不去和亲，王兄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。可是靖王，你怎么知道匈奴和丘车要让我大楚4州呢？难道匈奴与靖王早有勾结？这么个软蛋也想娶本公主，简直在做白日梦。你给朕退下！陛下，靖王勾结外敌，一律当斩。宰相大人，你要不先等我把话说完，你再放屁啊？啊，怎么这么着急，心里有鬼啊？本相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光明磊落，还怕你这庶子不成吗？哎呀，这个苍青云幽4州确实是个好地方，是吧？良田数万顷，沃野一望无边，水源那更是丰富啊，是吧？你这小子倒是聪明，待我拿下2州之地，你若还如此听话，封你做楚皇也未尝不可。不过良田虽好，若是我埋下万金石灰，恐怕数10年之内都难以耕种。你什么意思？此时已经入秋，沃野虽一望无际，可我要一把火下去，那你能得到的就只能是一片焦土了。还有水源也不错，但是我在源头埋下瘟疫，尔等外敌也休想得到。你敢？你看老子敢不敢？你们不是号称有什么陈兵20万吗？我4州子民可是有500万，到时候因为你们使我那些子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，那本王就只好让他们搬去你们的地方，然后就杀光你们的羊群，屠光你们的子民，世世代代永不休止。你好狠毒！若是如此，他们只能得到一片不毛之地，得不偿失啊！识此计者，要有玉石俱焚的大决心，举世皆敌的大魄力呀！一招不慎，这就是遗臭万年呐！我们以前都小看了靖王啊！楚王，难道这就是贵国谈判的诚意吗？事团事宜，全交由靖王处理。谢晋安，臣在。通知4州知府，本使主山。且慢！哎，行了行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但是这事儿没得谈，祖宗基业，寸土不让。你简直比地狱下的恶魔还要残忍！只要能护我大楚子民百世安康，非先骂名又怎样？我们换一个条件谈判，只要你们把2个大洲借给我们60年就可以。这60年
不过是2代人的时光啊！能用2代人时光换取我大楚剩余4周休养生息，这太划算了。可是60年的时间也不短啊，足够2州百姓忘记仇恨，心生一心呐。妇人之仁，60年时间足以让我大楚培养出纵横天下的军队。60年之后，2州黎民若是敢反复，打回来便是。说的比唱的好听，谁不知道你们这些狼子野心？说是租界，实则是想同化我大楚子。不好意思，你们的条件本王不接受。区区2个大洲60年时间，换取你们国家的太平，你都不愿意？哼，难道你想跟我们开战吗？一世命即万世命，我们这代能解决的事情，就不用留给后代子孙了。曾经有位伟人说过，打得一拳开，免得百拳来。行了，你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，拿出你们的诚意，否则我就只好拖着你们一起下地狱。我就要那2个大洲。谢晋安，通知4州百姓准备迁徙。等一下，3场比试，2场决胜，你们败了，大洲就无条件给我们。那要是你们输了呢？哼，你们行吗？谢晋安，爹，你说你要什么？我要什么？我要你什么？们秋车国的6座城池，千里疆土。你们匈奴也是一样。绝不可能！我族疆土是由我族将士拼死拼活杀出来的，怎能让给2等凌弱楚国？哼，刚才找我们要的时候挺凶啊，现在轮到我找你要，怎么怕了？怂了？怕了就从哪儿来滚回哪儿去。好，如果你们赢了，我们2个国家就给你们6个城池，千里国土。不过后2场比试要我们来出。随便你们，随便你们。父皇，此地施展不开，可否摆驾午门教场？准奏。第1场比试是我国国师出战。这不是龙吗？一目擎天，这是神仙才有的手段啊！万事。我国国师从小就上山修炼几十年，终于得到了上天的指示，下山助我秋车国一统天下。圣人说得龙旗庇护者得天下，现在连神龙都弃我们而去了吗？是啊，怎么办啊？你们真的是弱小，如今占了6州，就算亡国也是天意。这就是第1场比试的内容，只要你们1炷香时间内能让国师从天上下来，那就是你们赢了。这有何难？此人不就是靠一根拐杖撑着，只要把他的拐杖砍断，自然也就落下来。你可以试试。什么东西敢在本王面前装神弄鬼？好臭！殿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国国师是神之使者，他是个凡人，自然会受到惩罚。放肆！陛下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你们不能打败国师，那沧州可就是我秋车国的了。诸位爱卿可有良策？这怎么了？这3场比试可是靖王应下来的，如果全都败了，各地赔偿的责任理应靖王完全承担。靖王殿下可有办法破敌？
王兄不是要通过这3场比试，拿匈奴、丘车两国千里疆土吗？若是这第1场比试都赢不了，未免也太狂妄了吧！此等孟浪行为，怎配当国之储君？干什么？臭鸡蛋味儿，原来是硫化氢。脑子要不好呢，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啊！晋王可真有破敌之法？晋王可真有破敌之法？父皇放心，我只需要一物，就可以把那个神棍从天上弄下来。谢谢安，殿下。啊，那东西，去吧去吧。晋王，父皇放心，当年我高中化学可是考了89分。化学，你不吹牛能死吗？一炷香本就时间不长，你这是瞎子点灯，白费了。我说你个老屁眼啊！亏你还是宰相，这么简单的物理化学你都不懂，活到狗身上去了你！闭嘴！你圣水来了！嘿，哎呀，圣水来了！殿下，圣水来了！哎！国师！哎！国师！着火了！皇上，晋王，他怎么燃起来了？他不是说他是神使吗？见到本王的圣水，就送他回去见神仙了。马尿当中含有不少的硫磺酸，一旦与特定化学物相溶，就会自燃。公主殿下，不知道这样算不算让你家国师从天上下来？第1场，算你们赢了。这就赢了，好，好，好！列祖列宗在天有灵啊，在天有灵！我大楚终于在外邦面前赢了一回。我们赢了外邦，赢了匈奴和丘车国啊！多少年了，我大楚总算打了一次胜仗了，苍天有眼呐！晋王殿下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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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们恐怕高兴的太早了吧？第2场比试可不是随随便便耍点小聪明就能过去的。尔等匈奴还有什么花样，尽管使出来，有我们靖王殿下在，就算你把天王老子请过来，我们也照样不惧。第2场我们要比武，生死决斗，拓跋炎！拓跋炎！什么？天下第1高手拓跋炎？10年前，这拓跋炎曾来过我大楚，6州之地无一人是其对手。是啊，这10年来，大楚百姓口口相传，塞外苍狼能知小儿夜啼。难道10年前的耻辱，今日又要重演了吗？诸位，这第2局可有人选迎战拓跋炎？要是无人敢应战，这局可就算我们赢了。按规矩，6州5000里疆土全都归我王所有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一群没种的男人，放肆！匈奴国只出1个人，把你们吓坏了，难道不是没种？他们楚国人的胆子早在10年前就被吓破了，看我旗下第1大勇士，恐怕都要尿裤子了吧？啊！竹青，就眼睁睁看着匈奴如我大楚无人吗？父皇，儿臣门下何长恭
请战拓跋衍。何长恭，传闻此人单臂就能举起100斤巨石，有万夫莫挡之勇。要是他能出战，我大楚定能打败拓跋衍。不是说那何长恭远高于顶吗？吴王确定能请动他？本王朋友满天下，我与何兄私交甚好。等我修书一封，说明情况，我那何兄必定半炷香的时间提刀来见，替我大楚斩了拓跋衍。好，要是何长恭能替我大楚赢了这一局，吴王当即首功。多谢父皇罗恩，儿臣定不辱使命。关键时刻还得看吴王殿下，方能扶大夏将行早，扶国家于水火。不像有些小打小闹、小聪明之人，那就像狗肉，上不了台面。宰相大人，未免也太厚此薄彼了吧？李长，靖王殿下可是在所有人都毫无办法的时候站了出来，为我大楚赢下一局，怎么就上不了台面了？王兄的手段不过是取巧吧，只要给诸公一些时间，谁都能想得出来。既然是比试，还是堂堂正正的赢下为好。你还有自信啊？我与何兄之间一比天高，情比海深，只要本王一句话，哪怕是刀山火海，何兄一往。想来王兄这种自私自利之人，应当是永远都不会理解一生兄弟大过天是何意境。是，这何长恭送信的内侍回来了。是啊，我何兄到哪儿了？启禀殿下，何长恭说他今天闹肚子，来不了了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奴才到何长恭府上，一说要迎战拓跋衍，何长恭就捂着肚子跑进茅房，随后奴才几人把茅房掏干净了，也不见何长恭人呢。好一手遁入屎坑深不见。七弟，原来这就是你所说的一比天高，情比海深，长见识了。何长恭，靖王殿下何必落井下石啊？吴王殿下赢不了拓跋衍，难道你就行了吗？宰相大人又是从哪儿看出我不行？再说我行不行，你说了也不算。王兄，有些大话说出来是要死人的。人不行，别怪路不平。哥哥，我不像你，我一般只做有把握的事。嘿嘿，算时间，应该快到了吧？靖王，真有办法打败拓跋衍？父王稍等，等我绝世神兵到了，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。哎，你让我们等，我们就等啊！要是你那破神兵一辈子都做不出来，我们就等你一辈子嘛！啊！本公主倒想看看，你这小胳膊小腿能用多重的兵器啊？他们楚国要有此神兵的话，你我两族早就被灭尽了，还能等到今天割地起和的地步吗？啊！你们就等着看看我能不能踏破你们的王庭。殿下，小离不辱使命，成功做出神器，与图纸上分毫不差。记住啊，以后这个呢不能对着自己，也不能对着我，明白吗？就这2寸铁管，难道就是王兄所说的绝世神兵？就这2寸铁管，难道就是王兄所说的绝世神兵？这正所谓一寸长一寸强，一寸短一寸险。过关大将、武林侠士皆以武器长重为尊。靖王手上这2寸小铁管，是要笑死我吗？这靖王不会被上一次的胜利冲昏头脑，才会做出如此不智之举。靖王10年前也就10来岁，没经历过那次战争，不知道拓跋衍的厉害呀。是，谁说不是呢？你就要拿这小小的铁棍来送死吗？10年了，你们楚国还是如此的愚蠢。废话真多，还打不打啊？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。好，你要想送死，我就成全你。
拓跋炎，把他狗嘴给我撕了！没想到10年后的楚国，只能派这么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崽子来送死。早知道我就留几个带把的了，没准今天还能好好玩玩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叫好汉不提当年勇。都10年的老事，你还好意思拿出来提呢？这是我旗下第一大勇士拓跋炎，5岁战狼，10岁景虎，少年时期硬闯山林，杀尽满山野兽。今天要在他优秀的战绩上加上一笔，击杀楚国皇子！大楚列祖列宗在天有灵，一定保佑我儿平安下场。殿下若出意外，我必将杀进匈奴王庭。杀了他！靖王一死，就没人能阻止我儿荣登大宝，大楚就是我秦家的了。比斗开始！楚国皇子的肉一定是不一样的味道！哈哈哈哈！大人，时代变了。大人，时代变了。死了！拓跋炎死了！靖王殿下只用了一招就击败了拓跋炎，赢了！靖王殿下威武！靖王殿下威武！他真的死了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他可是我匈奴国第一大勇士，怎么会输给你这种小小？你也要试试啊？不妨告诉你们，像这样的兵器，本王手里还有1万支。不出3日就可全部装备到部队，半月即可杀出塞外，马踏儿子王庭。不可能！你不信啊？不信我就先灭了你秋车国。殿下不就只有1杆枪吗？你不信啊？不信我就先灭了你秋车国。不要！我国国民都是无辜的，请靖王。无辜？你现在来跟我讲无辜？你们刚才趾高气扬过来要我们地的时候，怎么没想到我大楚百姓无辜？好，这2场比试全是你们赢了，我国愿意无条件给你们6个城市和千里疆土。我们匈奴也一样，还请靖王殿下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我们的冒犯之罪。自开元盛世以来，我大楚疆土连年缩减，没想到我辈儿郎还有看到故土失而复得的一天。靖王殿下威武！靖王殿下威武！见太一朝有此功绩，朕总算能在九泉之下挺直腰板面对列祖列宗啊！户部尚书何在？行了，本王不要你们疆土。靖王殿下高义，请受小人一拜。靖王殿下，国之疆域，寸土必争，万万不可有那妇人之仁呐！靖王创下如此伟业，足以登上太子之位，万万不可心慈手软呐！是啊，靖王殿下，这秋车国背信弃义，匈奴又奸猾狡诈，现在我们取得2国的疆土，乃是替天行道啊！您千万不要妇人之仁呐！灵儿，为父这朝就指望这番功绩面对列祖列宗了。父皇，既然你把谈判事宜全交给儿臣，就请相信儿臣。哎，也罢。两位，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割让事宜吧。靖王殿下，你刚才不说不要我们的土地吗？哦，你们误会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刚才我们谈的赌约太少了，所以我们重新谈一下割让事宜。什么？6座城池，千里疆土，你都嫌少？什么？6座城池，
千里疆土你都嫌少。我要你们1半的疆土，每年呢再送上20万头羊和50万件皮草就可以了。哼，那个你们秋奢国的国土面积太小，这就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，直接向我们大楚俯首称臣就可以了，每年再奉上1半的税银。你想亡我秋奢国？什么话这是？要是你们表现好的话，我可以考虑保留你们的自主权。不可能，我国国民就算血战最后一刻，也不会对你们低头。只有战死的草原二郎，没有投降的匈奴人。丧权辱国的条约，我绝不答应。接着叫，不服啊，老子明天就一人一杆枪，把你们祖坟都刨出来。靖王殿下，难道今天此事就没有缓和的余地了吗？事儿是你们挑起来的，要是今天我大楚输了，放在这上面的可就是我大楚的版啊。这样吧，你们两方自己提赔偿方案，赔得多的一方就是本王的盟友，本王会和其中一国签盟约，共同发展，永不起刀兵。赔得少的一方呢，则就是本王的敌人。本王对敌人一向不手软，会亲自率联盟灭其国，扬其骨灰。所以，两位，开始啊！我匈奴愿奉上3000里疆土，2万头牛羊。我国愿意出10座城池，黄金20万两。我匈奴愿加注2000里疆土，5万匹战马。我国再割6个城池，再给黄金10万两。有意思，原来谈判还能这么玩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好了，照这样下去，我大楚疆域就会再扩展1倍。到了阴曹地府，太祖皇帝也会给朕让个位置。哈哈哈哈哈！我国再割5个城池，再给靖王3000名美女。我们匈奴也能给5000美女。你都长成这副鸟样，你们匈奴人当中还有美女吗？我是公主，我愿为奴为婢，绝无怨言。好家伙，这是把自己都压上，看来秋车国油水也被榨得差不多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你是来找本王退婚的是吧？你误会了。行，姑且信你一回。所以看你今晚的表现。殿下，不就是公主吗？我们国家也有公主，而且是草原第1大美人，比这娘们儿好看1万倍。拓跋小小，拓跋小小，草原第1美人。是啊，也只有草原第1美人才能配得上她呀。可惜我大楚第1美人是皇后，不然以靖王今日所立下的功勋，陛下必然会把她赏赐给她。今天3国美人齐聚一堂，究竟谁又能艳压群芳呢？各位大人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这地在抖啊？大哥，小小来了！大哥！这就是你们说的草原天下第1美人？这就是舍妹拓跋小小，草原第1大美人。殿下请看，这是小妹的前蹄，一拳就能薅死一只狗熊。这是小妹的玉腿，草原日行3000里不费劲。
这他妈才是草原第一高手吧？殿下说笑了。小妹从小身子骨柔弱，不善舞刀弄枪，唯独钟爱女红。要是殿下娶了我们小小啊，绝对会对你百依百顺，小鸟依人。哈哈哈哈！殿下莫怪，小人只是上火。那个，本王觉得呢，你们提的条件已经非常可以了。本王也并非得理不饶人，只要你们两国签订盟约，保证永不犯我大楚，此事就圆满结束。多谢殿下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囚车20城，草原8000里疆土，列祖，你们看见了吗？我大楚的疆土翻了2倍之多呀！什么列祖，朕才是开国之君。殿下，既然你娶了秋车国公主，阿小小也一并娶了吧，也为我们两国的同盟留下友好的见证。阿小小也一并娶了吧，也为我们两国的同盟留下友好的见证。哼，本王岂是贪财好色之徒？此事就此作罢，不要再提了。殿下，可是自古以来，两国结盟都会有见证啊，不然恐令天下人不服啊！殿下，以古制确实应该如此。皇子娶他国公主，就是两国友好的象征。我记得当初这秋车国与我大楚结盟时，那时便定下了靖王殿下与飞燕公主的婚约啊！依朕看，这拓跋小小直接就……别！儿臣已经有飞燕、朱瑜2位侧妃，若是再娶的话，恐怕会沉迷于美色，误了朝政啊！请父皇明鉴，千万不能让靖王殿下沉迷美色呀，陛下！是啊，陛下，不然我们大楚以后怎么办呢？皇上，靖王殿下大病初愈，现如今确实不应再娶。这不行啊！那我妹妹怎么办嘛？是不是只要身份对等，是为皇子与你妹妹成亲，你就愿意签订盟约了？七弟，这乃我大楚七皇子，吴王杨齐、文韬武略，样样不在本王之下，与舍妹乃是天作之合。就这小子，小胳膊小腿的，能配得上我妹妹吗？哎，你别看我七弟虽然样子寒酸了点，但是他至今未娶。你妹妹要是嫁过去的话，那可就是正牌王妃啊！是正牌王妃啊！行吧，那这门亲事我答应了。小小，叫人。夫君，父皇，儿臣不同意。事关两国交好，天下黎民百姓安危，你贵为皇子，莫非如此不识大体？这明明是王兄的，弟弟，这个是堂堂草原第一美人呐，这等福分旁人都是求都求不来的，你就接了啊？没事儿，这样关了灯都一样。老妹，带人。夫君，我们去休息吧。不要了，走啊！殿下不用送了，走，拜拜。此等重大喜事，应当普天同庆。朕宣布，3日之后将在太极殿设宴，犒劳百官。陛下圣明，赐靖王免死金牌1块，镇国宝剑1柄。秦王以下先斩后奏，行监国处政之权。谢父皇隆恩。 3日之后，朕会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亲自册封你为太子。好。喝酒去，喝酒喝酒，走走走，普天同庆啊！都行了。下官恭贺殿下，你将荣登储君之位。殿下，你终于要当太子了，那还不赶快回去多做几道菜，晚上好好庆祝庆祝。
是。哦，对了，把他也带上，让他好好学学我们大厨的厨艺。公主，请吧。以后跟着本王好好干，高官俸禄少不了你。下岗以后，定当以靖王殿下马首是瞻。哎，如有二心，天打五雷劈，不得好死。啊，好了好了，还是现代玩意儿管用。母后今日在朝堂上的表现，儿臣很满意。你开心就好。所以呢，儿臣要好好奖励一下母后。你又要干什么？要奖励你？怎么？等不及了？你们秦家与匈奴到底有什么勾结？这次匈奴与秋车国联盟本就蹊跷。朝堂之上，那个老屁眼和杨琪看似站在我们大楚这边，实则暗地里处处帮着匈奴。还有那个何长工，我猜他根本就没有逃吧？是被你们秦家害了吧？没想到宰相大人已经派我提前去暗杀何长工，拓跋衍那废物还是赢不了。今日之前，我大楚能与拓跋衍一决高下的，只有那武状元何长工。当时那种情况，就算杨琪不提出来，别人也想得到他。所以本想提前布局，让宫中的太监先通知你，只是没想到啊，那杨林竟造出了一击毙命，天下第一高手的神器。如今3日之后，那杨林就要被立为太子，他一旦继位，我等是怕万劫不复啊！杨林，乾坤未定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秦相可有妙计？我身为大楚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陛下不是3日后要册封杨林为太子吗？我们当着文武百臣的面搞臭他的名声，让他下不来台。母后要是再不说实话的话，儿臣可就要开始惩罚喽。我说，以大楚2州换取匈奴支持杨琪上位，可以呀，那个老屁眼儿。本宫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。母后总有事瞒着儿臣，儿臣怎么知道母后有没有说实话呢？那你想怎么样？儿臣要亲自检查一下。妹妹既然嫁进我们晋王府，有些规矩姐姐还是要提前讲清楚，免得日后相处的不愉快。姐姐进门比妹妹早，以后每日辰时，妹妹需要向姐姐请安。晋王殿下大病初愈，身子骨虚，所以妹妹侍寝之事，依姐姐看，还是等殿下养好了身子再说。但是，殿下不是说我今天要陪他睡觉吗？妹妹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呀。虽然说殿下让你侍寝，可是咱们作为妃子，还是要替殿下的身子考虑，不是？你可以说这2日来了鬼水了呀。是谁在造谣本王虚啊？是谁在造谣本王虚啊？殿下。还有人呢。本王今天就让你们见识一下，什么叫一龙戏双凤，
银枪永不倒。此次与两国谈判，我朝能够大获全胜，靖王殿下当即首功。这第一杯酒，当为靖王殿下喝。为靖王殿下喝。早就听闻靖王殿下才华盖世，下官近日作得一小曲，还请靖王殿下指点一二。这是又准备针对我了？如今靖王殿下行监国之权，经手的都是国之重策，哪有时间醉生于淫词乱调当中？周状元要是再胡搅蛮缠，休怪本官无情。我等读书之人，君子六艺乃必修之课。靖王如果连其中最简单的礼乐都不懂的话，那将来如何做储君呢？如何将天下的莘莘学子作为自己的门生呢？读书人一旦入朝为了官，便是天子门生。靖王殿下若是此番赢过周状元，必定折服天下学子。若要论文治武功，靖王殿下可媲美太祖高皇帝，但若比礼乐，这靖王殿下又怎是周状元的对手？他既然能成为状元，肯定君子六艺样样精通。靖王殿下此局难破呀！若是今日露了破绽，必定会沦为天下人的笑柄。你一个状元都不怕，我怕什么呀？啊！靖王殿下，请赐教。哎呀，哎呀，靖王殿下，在下这首曲子做得如何呀？你管这叫曲？吹的什么狗屁玩意儿？你竟然骂我这首曲子是狗屁！王兄未免也太自大了吧？周公子此曲意境丰满，令人回味无穷，足以名列楚乐礼乐前10。王兄竟说狗屁不通，莫非王兄能奏出更好的音律？我堂堂大楚，谁人不知靖王小时候就是一个牧童？传闻啊，这夫子在台上讲圣贤之书，靖王在下面做周公大梦。夫子问何为礼乐？哟，靖王手指池塘，鲤鱼。当年这件事可是传遍了整个京都，就连这街边的杂皮呀，都把它编成了顺口溜了。哎，你这么说，我也想起来了，那叫什么？夫子问鲤鱼。门主还有这么一段黑历史啊！这靖王连礼乐都不懂，又怎会知晓周状元的音律之美呢？周状元，以本相看，你刚才跟他请教，那还不是对牛弹琴吗？王兄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为知也。若王兄连如此浅显的道理都不懂，又如何配当国之储君？如何能治理好大楚啊？吴王殿下，靖王殿下，好歹也是你的兄长，你如此刁钻刻薄，当真要为孝道。圣人曾说过，达者为先，有德者为师。靖王殿下连最基本的礼乐音律都不懂，如何有颜面配做吴王殿下的兄长啊？诸位如果选一位不懂得尊师重道、读书人不服之人做储君的话，那天下人还不耻笑我大楚后继无人吗？不知宰相大人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本相饱读诗书，满腹经纶，下通地理，上知天文，在我面前卖弄学问，你这不是关公面前耍大刀，不是天高地厚吗？那就士别3日，当刮目相看。区区音律，本王随口哼唱，便是绝世佳作。倒是你，周公子是吧？
你就一介状元，不过5品官身，你让我堂堂亲王，监国之君，为你献一曲，没搞错吧？再好的音律，也要有人听到才行。我等都没听到王兄的音律，又怎会知道究竟是不堪入耳，还是绝世佳作？七弟好算计啊！我乃监国亲王，我代表的是大楚的脸面，我为一个状元献曲，传出去不是让天下老百姓贻笑大方啊！好歹毒的计策！先是周状元故意挑事，引殿下上钩，我和宰相再激发矛盾，逼殿下应战。不管今日殿下能否在音律上赢下周状元，但殿下为周状元献曲这事一旦传出去，殿下在读书人心中的地位将一落千丈啊！俗话说，文无第一，武无第二。状元的名头听起来响亮，但也就是在市井百姓面前好使。这天下学子不服他的大有人在呀。他就是一个状元，才区5品官身。今日之宴，要是没宰相特许，门口的狗槽都没他的位置。谁给你的狗胆，竟敢算计到靖王的头上？陛下饶命，这都是龙虾，你要是身体不舒服，朕可以准你回府休息。谢陛下关心，老夫身体并无大碍。来人，状元周元泽革去功名，重打80大板，永不录用。陛下饶命！等一下，小人有罪，小的该死，求靖王殿下跟皇上说声好话，饶过臣这条狗命吧。殿下，此人乃是宰相门生，断然不可能为殿下所用啊！本王呢，虽然心胸宽阔，但那是对自己人。不过，对于你这种凑上来把脸丢的人呢，本王不介意多踩2脚。没听见陛下的话吗？还不把人拖走！殿下饶命！殿下饶命啊！殿下，走！小的还不想死啊！快走！父皇，儿臣近日研读史书，有感于大楚版图愈加广阔，所以特此为大楚做的一首曲子，请父皇鉴赏。靖王殿下此曲妙啊！为大楚献曲，这立意多高尚！靖王殿下若此曲能赢下周状元，不但能在陛下面前长脸，还能一举征服天下学子。相思请放下。如听仙乐呀！好，此曲好啊！大气磅礴，内敛天华，但仔细聆听，又有屡屡的杀气外露。这不就是一个帝王的品德吗？对内施以仁政，不失霸气；对外锋芒毕露，睚眦必报啊！微臣失态了。此曲吹尽整个王朝1000年风华，靖王殿下大才也。敢问殿下，此曲所谓何名？此曲名为《天下》。天下，天下，果然这个名字才配得上此曲。好一个天下！今日此宴会能得此曲，足以名留史册。颁令下去，各教坊司、京楼传颂此曲10日，各州官员上至州牧、太守，下至县官主簿，都上一份听天下所感奏折，以表朕之功绩，大楚天威。臣遵旨。我都把天下拿出来拍你马屁了，那太子之位总不能再拖了吧？
靖王杨林上前听风。儿臣在。你安排的后手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上？大楚皇帝诏曰：靖王杨林心系天下。等靖王上位，我就是第一功臣，到时这宰相之位，这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靖王当上储君，秦宰相的好日子也就要到头了。秦相把持朝政多年，陛下先前就有意强推靖王上位，谁知靖王一得势，风头竟如此之猛，一举击破大楚多年宿敌啊！恐怕这也是秦相始料未及的吧。封靖王杨林为太子，应天下之事，钦此。启禀陛下，宫门外有人击鼓鸣冤。谁？那女子带着一个稚童，说是靖王殿下的骨肉。启禀陛下，下官巡查民间时，遇此女拦路喊冤，说是靖王殿下杀害了他的父亲，之后还强暴了他。这事关皇家颜面，下官不敢妄加决断，便带母女二人来面见陛下。原主记忆中没有这茬啊！大胆民女，诬告当今亲王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是谁给你这么大的胆子？谢大人何必恐吓着小小民女啊？这是非对错，自有陛下胜断。你如此做派，莫不是替庆王殿下做贼心虚？你下跪妇人姓甚名谁？何曾与靖王相识？又怎么能证明你的女儿是靖王的子嗣？民女何素，乃是京都西城人士，5年前与靖王相识在儒家酒馆。靖王当时见色起意，仗着自身权柄杀害我的父亲，强占了民女。事后民女几番报官，却都被轰出公堂，甚至时常还会遭到歹人的袭击。就在这时，民女突然发现自己已怀有靖王的孩子，为了家父能不枉死，民女只能逃到乡下。近日偶然听说靖王名震京都，所以才乔装打扮来到京都。杀人父亲，强暴民女，王兄平日看起来风度翩翩，没想到还有这不为人知的一面。一派胡言！我家殿下绝对不可能是这种人。你有何凭证能证明此事与靖王有关？这是靖王送我的封口财物，望陛下圣断，还民女一家清白，让家父在九泉之下能够瞑目。朱云，此物好像是靖王殿下成人之时陛下所赐，我记得这好像是一对儿吧。龙凤玉指环，陛下在每个皇子成人礼上都会赐下一对。靖王殿下今日想自证清白，唯有拿出一对指环来才行啊！殿下，这戒指本王弄丢了。王兄的戒指未免丢的也太蹊跷了，究竟是有意丢的，还是无意丢的？恐怕只有天知道。靖王如果找不出证据的话，此事就麻烦了。身为君王，当以德为先，方能令天下百姓臣服。如果私德败坏，恐怕激起民变，天下大乱呐！就凭一个扳指，就给本王扣上这么大一顶帽子啊！宰相大人，好手段呀！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王兄还要狡辩，此等德行，未免太失皇家体面了吧？哎，吴王这句话说的不对，人家靖王殿下毕竟是刚为大楚立下了大功，嚣张跋扈点也情有可原。哎，何况这区区没有背景的母女，交给下官，保证不会给靖王殿下留下半分污点。走，娘亲，放开我的孩子！放开他！你可知道，这靖王殿下可是马上要成为太子的人了，就凭你们也可以随意诽谤？别放我的孩子！我今天要是让你把他们母女俩杀了，明天我的恶名是不是就传遍整个大楚了？
啊？靖王殿下说笑了，下官真是为了殿下着想啊。这俗话说虎毒不食子，靖王此举是不是证明了这女童就是你的亲骨肉呢？我只是看不惯欺负弱小罢了，不过就想凭一个玉扳指想定我的罪，未免太草率了吧？倘若靖王殿下当真问心无愧的话，我大楚倒是有一秘法。你是说滴血认亲术？对，正是此术。此术只需取靖王殿下和女童各自一滴鲜血，将之混在水中。若是2滴鲜血在水中融合一起，则证明此女童便是靖王殿下之子嗣。这反之嘛，则是这对母女诬陷靖王，这流言蜚语自然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个办法好，这个办法好啊！靖王，对此事你可有异议？儿臣没有异议。好，朕也相信你不会做出如此天怒人怨之事，但是为了堵住悠悠众口，还得滴血一验。呀，融了，融了，真融了，真融了！看看，哎呀，这女娃还真是靖王殿下的子嗣啊！杨林啊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还怎么翻身。靖王，你还有何话可说？陛下，我大楚律法有言，皇子犯法与庶民同罪，请陛下革除靖王官爵，打入天牢，以待严查。陛下，靖王有功于社稷，还望陛下法外开恩，饶过靖王一次。我大楚律法乃是太祖高皇帝所立，岂能为王兄一人更改？你这厮，莫非是想置父皇于不忠不孝、不仁不义之地？陛下，臣绝无此意啊！杨林，你可知罪？没错，这孩子就是我的。她确实是我女儿。靖王殿下真是坦荡，下官敬佩，敬佩呀！事已至此，我就摊牌了。我不光有一个女儿，我还有一个儿子。什么？还有一个？殿下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因为呢，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，他就是你，方志怀。你胡说八道！我方志怀今年30有2，你靖王殿下不过24、5，我怎么可能是你儿子？哎，这个你说了不算，得滴血验亲才知道。来，小林，取2碗水过来。你放开！是去。王兄如此也未免太不合体统了吧？臣弟相信啊，只要王兄乖乖认罪，父皇定然不会怪罪于你。以本相看，靖王是受刺激太大，疯了吧？宰相大人这么自信呢，那敢不敢跟我赌一下？赌我的血能跟他的相融，如果融了，你们2个也验一下，怎么样？赌我的血能跟他的相融，如果融了，你们2个也验一下，怎么样？难道他知道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只是开个玩笑。丞相，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！殿下，水来了。放在这里。来吧。你干什么呀？荒谬啊！又融了！这融在一块儿了。方学士跟靖王殿下的血怎么也能融啊？难道你真是靖王殿下的亲儿子？你放屁！我跟靖王殿下就算有关系，那也只能是兄弟关系啊！你听说过24、5岁生个32岁的儿子啊？靖王，你给众位介绍一下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遵命。退。其实啊，这个滴血验亲之法本就荒谬，只要方法合适，任何人的血都能相融。你胡说八道！这滴血认亲是我大厨的秘术，你竟然说是假的？怎么不信呀？不信让他们俩来试试。秦江，滚犊子！
行了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来陷害本王的？放心，本王乃是监国亲王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只要你说实话，我保你相安无事。诬告皇子可是诛九族的大罪，我家殿下对你已经仁至义尽。你要是再不说实话的话，不但你会死，你的女儿也跑不掉。是他。好，乖啊，小黎，带他们两个回去。是，请吧。来人，拿下方志怀，给朕打入天牢，严查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臣冤枉啊！等一下，儿臣还要状告一人。谁？当朝宰相秦安如。靖王要告宰相？靖王这就图穷匕现，未免太着急了吧？起码当上太子再动手也不迟啊！放肆！老臣乃先帝钦点的宰相，三朝老臣。靖王虽贵为皇子，如此对待老夫，就不怕人神共愤吗？一条只知道卖主求荣、暗地里咬人的老狗，除掉你才是对天下人最好。杨林，你凭什么状告当朝宰相？若是无凭无据，就算父皇不治你的罪，王也定然不会放过于你。不了，还没死呢，你们就要兄弟相谈吗？儿臣知罪。你要状告秦相何罪？等好了再说。我要告他买凶杀人、通敌叛国、分裂国土之罪。胡说八道！我秦家世代忠良，怎么能做出如此伤天害理之事啊？杨林啊杨林，老臣承认与你素来不和，但是秦家的名声不是你想玷污就能玷污的。今天这事儿，你要是拿不出证据来，老臣就是豁出这条老命，也要拉你下地狱。宰相大人别着急啊，这证人、证据、证词，本王自然都有，不然我怎么有自信捕杀你这条巨涛呢？参见楚皇陛下，下使受我王诏令，常年与秦相有书信往来。秦相书信上承诺，愿帮我王拿下云游2州之处，只求我王能助吴王夺下楚皇之位。什么？秦安如贵为当朝宰相，竟然做出如此猎徒子敌之事！可是2州之地啊，秦安如你也说得出口？吴王又不是秦安如的儿子，他哪来这么大魄力啊？是啊，就算是街边杂皮帮派为了一块地盘，都能拼得头破血流。他秦安如凭什么敢把祖宗拿命拼下来的基业拱手相让啊？父皇，秦相这么多年的功绩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断然不会做出这种事，还望父皇明察。陛下请看，这是我王这些年来跟秦相往来的书信。下使告退。秦安如，如今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陛下，这敌国匈奴之言，岂可作为呈堂供证？依臣看，肯定是这杨林与匈奴勾结，污蔑宰相所做的伪证。陛下，老臣从未和匈奴有过来往，倒是这靖王和匈奴暗通款曲，诬陷本相。你们之间有什么关系？啊？匈奴王都放弃你，选择自保了，你的嘴巴真的比这柱子还硬啊！这不要脸的风格，确实值得本王学习。王兄要是拿不出新的证据，这与匈奴王勾结、构陷当朝宰相的罪名，可就永远都洗不清了。本王自然有新的证人。
此人是父皇内侍，那日去通知合昌宫的就是他。从午门校场到合昌宫府上，正常人走路需要半个时辰，而你去了有2个时辰。你说，你去干嘛了呀？当天奴才不小心崴了脚，所以耽搁了一些时辰。崴了脚。合昌宫的家人在粪坑里发现了他的尸体，据仵作查验，他是被毒杀的，而毒发的时间正好是你回来的那一刻，所以真相只有一个，就是他毒杀了合昌宫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你是谁？好你个狗奴才，竟敢与匈奴勾结，毒害我朝武庄园！来人啊，将他拖下去斩了！哎，七弟，别着急啊，我还没审完呢。这还有什么好审的？分明就是那匈奴买通了这狗奴才，让他毒杀我朝武庄园，好赢下这场比试。可是我好像记得那日是七弟你亲手把信交给他的。莫非七弟你就是他们与匈奴勾结的桥梁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我猜测都是假说，我要听他嘴里亲口说出来。是宰相这些年一直贿赂奴才，让小的暗中告诉他陛下的身体状况。那日也是他贿赂我，让我提前告诉方志怀暗杀合昌宫。大胆！阉人算什么东西？竟敢污蔑当朝宰相！小人所说句句属实。这是宰相这些年与小人来往明细。除了小人，宫中还有不少太监、宫女受过宰相恩惠，望陛下明察。好你个秦安如，光是一个太监就知道你每年送上500两黄金，朕的皇宫可有上千名奴才，你送的财物岂不是比朕的国库还多？陛下，老臣从未做过这些事，望陛下明鉴啊！陛下，若因以阉人证词惩罚当朝宰相，那传出去会成为诸国的笑柄啊！父皇，秦相对我大楚忠心日月可见，断然不能听信小人谗言，就寒了天下人的心啊！你们，陛下龙体欠安，今日朝会。放肆！朕还没死呢，你瞎叫唤什么？难道你也收了那个秦安如的金元宝吗？陛下，奴才不敢，奴才是担心陛下的龙体呀！九啊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都拿出来！遵命。宰相大人真是好心态，这2份铁证摆你面前都不认。本相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断然不怕什么子虚乌有的污蔑。倒是你晋王仅凭这些敌国外邦小人太监之词，我劝你就此打住吧。哎呦，本想给你个认罪的机会，没想到你这条老狗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你说是吧，皇后娘娘？哎呦，本想给你个认罪的机会，没想到你这条老狗不到黄河不死心呐！你说是吧，皇后娘娘？本宫可以作证，宰相大人确实与匈奴勾结，图谋我大楚国土，并曾指使靖王侧妃茱萸，暗中毒害靖王。本宫虽然是你的女儿，但也是我大楚的皇后，二者相比，本宫不能不顾大楚社稷，还望宰相大人体谅。陛下，他身为宰相，不思报国，与匈奴勾结，乱我朝纲，残害忠良，望父皇严惩。来人，革去秦安如官身，贬为庶民，打入天牢，以待严查。秦安如家产悉数充公，安平大学士方志怀与秦安如连坐，数罪并罚，斩立决。欧阳琦，陛下，所有事情皆是老臣一人谋划，与吴王殿下无关。
父王，闭嘴！你不过是我的一枚棋子罢了。哪一天你真登上了皇位，我照样把你取代。乱臣贼子，还敢猖狂！拖出去，重打50大板！走！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走！冤枉陛下！王杨琦，儿臣在。王杨琦身为皇子，识人不明，与奸臣秦安如同流合污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先降其爵位为郡王，罚俸2年，责令其闭门思过。若无诏令，不得出门半步。儿臣遵旨。这小子不除，终将成为我的心头大患。今日发生此等大事，不宜再举行册立储君之事。诸位都且退下吧。臣等告退。感觉我忙活这么一大圈，啥也没捞着啊！大宝，今日你倒是给朕出了一个大难题啊！秦安如狼子野心昭然若揭，若不快刀斩乱麻，日后必将成祸害。此役看似你我父子赢了，但事后的局面恐怕更难掌握。秦家深耕大楚多年，早已是大楚一颗挥之不去的毒瘤。今天你主动把这颗毒瘤挑破了，挤出了脓水，就要继续承担伤口感染的后果。一旦处理不好，国将不国呀！儿臣明白。你的能力已经向为父证明过了，但这还是要劝你一句：万事小心为上。用你的话说，就是治大国如烹小鲜。是。朕累了，此事你放手去办吧。我要让他们敬我如神明。我已经按照你的说法搬到秦安如，你还来这里做什么？哎呀，秦安如虽然倒台了，但是秦家未灭。他作为宰相，在朝中耕耘多年，有多少门徒党羽，儿臣可是一概不知啊。秦安如这个人心思城府极深，有些话他是不会跟本宫说的。哦，我后不知道啊，那儿臣就帮你好好回忆回忆。兵部尚书徐君是秦安如的人，跪下！殿下饶命，那龙凤指环真的不是妾身交给秦安如的。这龙凤指环是殿下送给你的定情信物，靖王府上上下下除了你以外，还有谁能把它交给秦安如？那指环几个月前就不知所踪，妾身实在是不知道它是怎么在秦安如手上的。还不说实话，真当殿下不敢杀你吗？好了，应该不是他做的。殿下，好了，你去厨房帮我看看有没有吃的。在宴会上光顾着骂人，一口没吃，饿死我了。是。此事虽不是你做的，但却因你而起。你说我该怎么惩罚你？妾身任凭殿下处置。杨林，我定要把你碎尸万段！如此气魄，怎能成大事？这是秦安如教你的吗？许群，你也是来看本王笑话的？我来替宰相传个话。他不是被打个半死，押入天牢了吗？哼哼，
小子，你也太小瞧秦相的实力了，这就是秦相的后手。3日后，有5名手握10万大军的将领进京述职，到时候只要吴王振臂一挥，他们可就都是你的了。殿下，您发明的火铳如今已装备到大楚3000名士兵手里，组成神机营。这支军队全听殿下调遣。不够，通知工部加大生产力度。明年开春，我要将神机营扩充至10000人。遵命。殿下，最近兵部尚书许军大人与七皇子杨琦走得比较近，下官担心。秦安如一案查得怎么样了？下官近些日子去刑部催促了好几次，但进展不是很大。这群墙头草！殿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秦安如虽然倒台了，但秦家死而不僵，朝中那群官员一直在等着我跟秦家决出胜负，哪边赢了，他们就站在哪边。只要殿下一声令下，属下今晚就去宰了齐安如，彻底断了他们念想。不用。秦安如现在死不死呢，已经不重要了。查清罪名，让他背着千古骂，不是更有意思吗？靖王殿下，大事不好了！吴王出逃，10万叛军已距离京都不足20里，说要诛靖王，清君侧。各地官方都是干什么吃的？10万大军来京都，屁都不放一个。赵坤、刘宽、孙启3位将领，都是宰相大人召入京都述职的。述职？你他妈见过带着10万大军来述职的吗？啊！这个老狐狸，走一步算10步。本王小瞧了他。殿下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调集京都2万禁军3000神机营出城迎敌。殿下，不可！殿下千金之躯，万万不可置身于围墙之下呀！天子守国门，君王死社稷，这本就应该如此。现京都百姓即将受到战乱之祸，本王有何颜面做这监国之君？叛军到哪儿了？距离宿江不足10里。禁军统领呢？禁军统领告病在家，属下的人数次上门催促，都被赶了出来。他怎么能这样？我家殿下可是有大楚镇国宝剑，就不怕事后砍了他的狗头？这种心不齐的人不来也罢。你前去收缴禁军总部，若是谁敢跑，士兵跑了斩伍长，伍长跑了斩校尉，校尉跑了，你就把将军斩了。你前去收缴禁军总部，若是谁敢跑，士兵跑了斩伍长，伍长跑了斩校尉，校尉跑了，你就把将军斩了。是，去吧。殿下，目前咱们总共只有2万多人马，大多还是未上过战场的禁军子弟。咱们真是要与那10万叛军硬碰硬吗？人家都打着清君侧的旗号了，摆明是要置我于死地。怎么，把我交出去啊？属下该死，万万不该质疑殿下。行了行了，报，吴王杨琦求见。宣。王兄真是好大的魄力，区2万人马也敢跟我10万大军对垒，狂妄！乱臣贼子也敢大放厥词，作用何在？拿下叛王杨琦！今日本王要是少1根毫毛，10万大军顷刻间便将尔等踏为肉泥。你来我这儿不会就是为了放2个屁吧？王兄果然聪明，那臣弟也就不卖关子。我们有3个条件，只要王兄悉数答应，本王马上下令撤军。我们有3个条件，只要王兄悉数答应，本王马上下令撤军。其一，释放宰相秦安如，并下令洗脱他的所有罪名。继续说。其二，王兄下诏令，承认当日对宰相的指控都是诬告，并主动揽下所有罪名。放肆！秦安如的罪名是由陛下亲自认定，岂能你们说改就改？尔等置朝堂威严何在？眼里可还有陛下？别急啊，本王还有第3个条件没说呢。
这其三就是王兄引咎自裁。你们这是感觉吃定我呀？我有10万大军在，就算是10万个馒头，也足以噎死你。本王还有何惧啊？王兄不是天天把黎民百姓挂在嘴边吗？现在只要你一人死，便可保天下百姓无忧。本王说过，绝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本王自己。你回去告诉你那3位将领，乖乖进京述职。过往罪责，本王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等本王平定叛乱之后，他们3个人的人头就会挂在城墙上，受万世唾骂。杨林，你真是不撞南墙心不死。本王倒要看看，都到了这个地步了，你拿什么跟我斗？我才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，本王才是大楚的千古一帝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传我军令，擂战鼓，准备迎敌。传令，晋军分2路，骑兵骚扰敌军2翼，保持距离，引之怒江，绝不恋战。是。传令，剩下15000晋军沿宿江集结此营，过江后备好船只，等待下一步军令。是。剩下3000神机营待命。殿下，属下遵命。国王殿下，此次与你那王兄谈判，还有没有被我这10万大军吓尿了裤子呀？他的嘴还是一如既往的硬。嘴硬？那好办，我边关军夜不收抓到敌国探子，有的是办法敲开他的嘴，在他们手中都超不过3天。将军的手段我们自然知晓，但是杨林此子的才学和心性都远超常人，将军切不可轻敌呀！你得教我做事。下官不敢，下官不敢。要不是我这10万大军给你们撑腰，你们不过是2条丧家之犬。在我的军营就不要摆什么王爷、尚书的谱了，不然我不说话，我手下的将士们也不会答应。下官多有冒犯，还请将军恕罪。好，启禀将军，我军2翼发现敌军骑兵不下5000余人。来得好，传我军令：前军出击，中军、伪军策应，3军出击，一举消灭敌军。报！敌军2万先锋军正在追击我部骑兵，离宿江仅剩2里。传我军令：骑兵过江，钟小离率步兵拖住先锋军。殿下，5000骑兵是晋军最精锐的部队，若骑兵不战就逃，只怕会引起剩余晋军的恐慌。传我军令：骑兵过江后，就地焚烧船只，一艘不留。15000对战2万，我军本身就处于劣势，一烧船，我军就是案板上的鱼肉，任人宰割。殿下，此举是自断我军生路，乃是兵家大忌呀！此番战斗比的就是谁更下血来。我若不送这15000给他吃，孙启怎么能够上钩呢？还不快去！延误了战机，我拿你记起。什么？杨林的骑兵过江之后，直接把船烧了？哈哈哈哈！我以为杨林能有多聪明呢，原来他是个不懂兵的蠢蛋。会不会有诈？哈哈哈哈！我以为杨林能有多聪明呢，原来他是个不懂兵的蠢蛋。会不会有诈？有个屁诈！他把船一烧，看似能激起15000名部族的求生意志，实际上他们就是自己给自己找死。只要我们继续出兵，围而不攻，再坚持3天3夜，吃掉他们是早晚的事情。将军，难道咱们就一直围着？传我军令：后军变中军，再过3个时辰拿下苏江。是。将军，咱们不是围而不攻吗？哼，战场瞬息万变，老子没时间跟他耗。
我这10万兵马看似很多，但是如果杨林从各方调集援军，偷袭我们的屁股，我们照样完蛋。唯有尽快攻入京都，扶持吴王殿下登基才是大事。京都城高墙厚，我这10万人马足以抵挡100万大军。报！我军5000骑兵已全部撤下，传令下去，令他们原地休整，不准卸甲，不准归营，等待下一道军令。是。殿下，苏江那15000名部族，顶多只能够坚持半日，咱们再不撤回京都，向各州求援，就来不及了呀！此时求援，无异于引狼入室。可是没有可是，传令下去，3000神机营备战。属下遵命。报！苏江敌军凶猛，刘宽将军再次求援。什么？老子给他7万军队，居然干不过1万兵马！启禀将军，实在是敌军有一名女将太过勇猛，一人一剑就斩杀了我上百代甲兄弟。其余敌军在他的带领下，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，悍不畏死。你屁！告诉刘宽，我连一个娘们他都搞不定，就把他下面的小鸡鸡割掉喂口，不要给我变军丢人。是。将军，不是说立马攻下苏江吗？怎么就……老子让你不要插嘴，不要插嘴！你耳朵里装的是屎吗？你以为打仗只是把2个军队拉过来互砍这么简单吗？我3万中军看似很多，杨林如果趁机再分出1万，他就会带着他的5000兵马来偷袭军营。他现在把骑兵攥在手里，不就是这个意思吗？报！启禀殿下，我军不足于苏江，歼灭5000敌军。敌军现已改变策略，围而不攻。传令下去，3000神机营过江，逐步压制敌军中军，骑兵2翼掩护。还有，命钟小离带军反扑，务必牵制住敌军，防止他们回援。是。这次我要全歼了他们。先是利用骑兵的高移动性引军入瓮，然后再利用部族的韧性沿江结营，烧毁船只，背水一战，成功堵住大部分敌军，之后再骑射结合，直扑中军，一锤定音。将军不好了，杨林带着5000骑兵、3000部族，冲着我们中军大营来了。什么？晋军不就2万人马吗？从哪儿变出这么多部族？好，老子以为杨林他会缩着头不出来，既然他亲自送上门来，马上就能灭了他。孙将军，杨林此前能造出一把神器，杀了天下第1高手，只怕他把此物装备到军中。那种东西，杨林若是能批量生产，还会藏那么久吗？早不就拿出来了吗？可是，殿下，这里是军营，不是皇宫，莫非你已经等不及要夺权了吗？传我军令，人军出击，本将要亲自打头阵，直取杨林首级。是。吴王殿下，听说秦皇后是我们大楚第1美人呢。等臣凯旋归来，还请殿下念在臣从龙之功，把皇后许配给我，可好啊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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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这一仗我总感觉有些怪异。我们要说，我虽不上战场，但我也是兵部尚书，早些年在前线也学过一些皮毛。杨林的部队兵强马壮，骑兵和步兵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按照常理来说，不应该全军压上。有没有可能是他宿江的部族坚持不住，所以才会殊死一搏？毕竟他对那位侍女可是宝贝的很，情愿为了她放弃太子之位。不对，就算宿江部族已然战败，他们最应该做的是收拢残部，退守回防，从而等待救援。至于那个女将，若真想要杀出重围，根本不费吹灰之力。难道她真的生产出了那杀死拓跋衍的神器？
排除一切不可能的情况，不管多难以置信，那都是真相。不好，殿下，不好了！杨林率军攻入大营。杨林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我们已然战败了，你快走吧！齐安如的后手都没了，我还能逃去哪儿？不，殿下，你是匈奴的驸马，你去投奔匈奴，匈奴王一定会收留你的。你让我投奔匈奴，我可是大楚皇子，就算堂堂正正战死，也绝不可能投靠匈奴！你混账！什么皇子？从今天以后，你不是什么皇子，是秦安如的独子，你是丞相的私生子，身上背负着秦家500条人命。说，现在告诉我你是谁？我是秦安如的私生子。私生子，好，私生子，你以后像狗一样给我活着！匈奴，他们就算拉屎，他们让你吃，你也给我吃！那你什么时候能回来？记着，就是你能给500人报仇的时候。走啊！杨启呢？不可奉告。不就是投奔匈奴去了吗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哎呀，本王不光知道这一点，本王还知道你之所以不能跟他一起去，是为了锻炼他的心性，让他独自在外面闯荡一番事业出来，这也是秦安如的后手。殿下，要不要属下带人去追？不用，你率领剩余兵力去把15000部族接回来就行。遵命。你知道本王为什么要放他走吗？养口自重。塞外草原辽阔，匈奴人又世世代代追逐水草而居，贸然出兵的话，很难把他们都杀干净。所以呢，我不仅要让他跑，还要暗中相助他，助他联合匈奴各个部落。到时候匈奴啊都集结完毕时，一起南下，我再把他们全部杀干净。你个魔鬼，你为什么把这些事情告诉我？因为这些话是说给死人听的。殿下，我们打赢了。可以啊，我听说你一个人就斩了数百名带甲士兵。哼，要不是那贼将刘宽被火铳打成了马蜂窝，不然他的脑袋也是我的。好，我封你做先锋大将，以后啊有你上战场的机会。真的？对了，以后你的命是本王的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绝对不能轻易丢掉，明白吗？押进来。殿下，这就是10万叛军的首领孙启。郡王殿下，小的全都是受宰相秦安如蛊惑，绝无造反之意啊。那是不是只有当你把刀架在本王脖子上的时候，才算造反呢？来迟，回朝。天佑圣朝，哀清河晏，靖王殿下不负万民，平叛青丘，现已班师回朝，独履忘却，臂张太极，火铳雷鸣，日月失色，战旗浩荡，乾坤正极，日月悬天，不及靖王昌隆，赵申之勇，刘宽之武，孙启之谋，尽数伏诛。
拜见靖王殿下，武道长龙，如日中天。起来吧，谢殿下。殿下，我把谁拎上来了？拿进来！别动，刑不上大夫，放开我！本相自己会走。黄口小儿，你耀武扬威的样子真让人讨厌。嘿，老匹夫，你以前是宰相，我给面子叫你一声大人，现在你屁都不是，我不给面子，马上就让你入土。士可杀，不可辱，老夫但求一死。你好了，现在你就别装出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了。先不说你那些话昭文馆敢不敢记下去，就是你生平那些事情，也很难让后世信服你是一个忠臣。哼哼，江山无言，公道自在人心，你没有好下场的。你真好意思说出这话啊？公道、人心，你口口声声的人心，不过是锦衣玉食的士大夫，五谷不分的权贵，他们文章歌尽太平事，不肯俯首见苍生。你放屁！难道这些有识之士不能代表人心吗？当然不能，一群蛀虫罢了，怎么能代表天下百姓呢？自我做监国亲王以来，见过多少民间疾苦，溯江决堤，冀州匪患，江南饥荒，哪一个不是你主持三公九卿亲手促成的？啊！乡村野夫死不足惜呀。好，那现在你的命在我手里，也死不足惜了。